研究人员发现，在寿命方面，限制卡路里摄入的猴子和可以随意进食的猴子之间并没有差异，两个群体的寿命几乎相同。所以现在科学家们有点尴尬了，他们心想，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些研究表明减少卡路里摄入有益，而另一项研究却显示完全没有影响。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个情况？大家好，欢迎回到雅说健康节目，我是小雅。我搜索了大量最新的健康资讯，痴迷于帮助你了解自己的健康。今天我们要聊聊进食，除非你这几年一直与世隔绝，否则你可能经常听说关于间歇性进食，尤其是168断食法，它已经成为一种潮流。许多人尝试过，但我认为并不是每个人都真正了解其中的科学原理。所以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进食的科学，进食时身体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它真的能延长寿命吗？它是否有助于预防癌症？它对新陈代谢和减重有帮助吗？最重要的是，进食是否有任何主要的缺点？如果你是一个喜欢进食的人，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你必须要知道，否则你可能并没有真正帮助到自己。所以这个话题很让人兴奋，让我们开始吧。首先，让我们来看进食与寿命的关系，这是我最早接触到的进食科学之一，即进食可以延长寿命。你可能也听过这个说法，而这种观念其实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让我给你讲讲进食与寿命延长之间联系的时间线。最早提出这个观点的其实是一项关于老鼠的研究，这项研究表明进食可能会延长寿命。该研究名为间歇性喂养对大鼠生长和寿命的影响非常直接。它是在1982年进行的，研究对象是28只雄性大鼠，距今已经很久了。研究发现，大鼠的平均寿命最多可以增加80%。当它们被安排采用隔日进食方案时，它们的寿命几乎延长了1倍。具体来说，它们一天可以吃东西，第二天不能吃，如此循环。实验从它们成年早期开始进行，这项研究的结果非常令人兴奋，因此人们开始推测减少吃东西或进食可能确实可以延长寿命。但问题来了，后续研究并未完全复制出相同的结果。例如，有一项原分析研究，原分析是一种综合多项研究数据并进行分析的大规模研究，它回顾了1934年至2012年之间的数据。这项原分析研究名为《大鼠和小鼠的饮食限制：寿命影响的基因型依赖性证据的原分析与综述》。结果显示，卡路里限制对大鼠寿命的延长效果远不如最初那项研究所发现的那么显著。研究发现，相较于最初研究报告的80%寿命增长，大鼠的寿命增长幅度实际上只有14%到45%不等。而在小鼠中，情况又有所不同，卡路里限制最多只能让寿命延长27%。所以，关于那项最初研究的结论是否可以普遍适用于所有情况，变得不太确定了。数据显示的有些混乱，并不能明确表明只要让大鼠或小鼠采用间歇性进食或隔日进食，它们就一定能活得更久，这一点非常重要。因此，科学界对于减少卡路里摄入或进食是否能自动延长大鼠和小鼠的寿命，仍然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支持这一点。于是，科学家们想到，如果我们在猴子身上测试这个理论会怎样？毕竟猴子的基因和人类更接近，他们希望看看这项研究是否可以适用于人类。因为直接从大鼠研究推断到人类并不容易，毕竟我们不是老鼠。但如果猴子的研究结果相似，我们或许就能更合理的推测其对人类的影响。因此，两项大规模研究启动了。科学家们在猴子研究中使用了一种与人类基因相似度高达93%的猴子，并进行了2项重要研究。第一项研究始于1989年，由威斯康星大学开展，历时20年，研究对象是76只猴子。研究结果显示，当猴子的卡路里摄入受到限制时，它们的寿命确实有所延长。换句话说，减少卡路里摄入的猴子比那些可以随意进食的猴子活得更久。这听起来很有趣，对吧？但问题来了，美国另一项几乎同期进行的研究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这项研究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开展，始于1987年，持续了23年，研究对象是34只猴子。该研究发表在顶级学术期刊《自然》Nature 上。这项研究基本上采用了相同的研究设计，但结果却显示，限制卡路里摄入的猴子和可以随意进食的猴子在寿命上并没有显著差异。两组猴子的寿命几乎相同，
所以现在科学家们陷入了困境，他们开始疑惑，到底哪项研究是正确的？到底是减少卡路里摄入有益，还是完全无效？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区别。威斯康星大学的那项研究中，猴子的饮食高度加工，并且含糖量很高，而 NIH 的那项研究中，猴子的饮食则健康得多。因此，这引出了一个新的假设：如果你的饮食已经很健康，那么减少卡路里摄入可能对寿命没有太大影响。但如果你的饮食本身就不健康，富含加工碳水化合物和糖分等对健康有害的物质，那么减少卡路里摄入可能会帮助你活得更久。我觉得这个发现非常有趣，因为这两项研究无意中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影响寿命的不仅仅是减少卡路里摄入，进食本身也不是万能的。关键还在于你平时吃的是什么。如果你的目标是延长寿命，进食可能并不是最佳选择。目前并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它真的有效。不过，如果你真的想延长寿命，你需要做的是运动。我知道这听起来很无聊，但事实就是如此。研究显示，运动可以让你的寿命最多延长7年，而且如果你经常运动，甚至可以比久坐不动的人多活7到10年，并且更少患上与代谢健康相关的疾病。所以，如果你的目标是长寿，与其进食，不如去运动吧。进食一直备受关注，也获得了很多正面的评价，有时候它甚至被吹捧为一种神奇的解决方案。毫无疑问，进食对身体确实有不少好处，但它也存在一些很大的缺点，特别是对于我们的肌肉，而肌肉的重要性，相信大家都很清楚。让我们来看看肌肉的作用。当我们进行长时间的进食时，身体会开始分解肌肉来满足蛋白质的需求。因为我们的身体每天都需要大量的蛋白质，如果我们不摄取蛋白质，身体就会从其他地方寻找，而最大的蛋白质储备就在我们的肌肉里。所以，如果你正在进行进食，就必须确保在可以进食的时间里摄取足够的蛋白质。那么进食就能为你带来一些好处，比如减脂，但同时也会导致肌肉流失，而这对我们的健康并不是一件好事。这里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希望你也能记住：摄入的热量越少，这些热量中蛋白质的比例就应该越高。如果你的目标是活得更长、更健康，那么你必须优先考虑保持肌肉量，这点至关重要。有一项为期10年的观察性研究，研究对象是4500名50岁及以上的成年人。这项研究名为《美国老年人群中肌肉质量和力量与全因死亡率的关系》。研究发现，肌肉质量较低的人，死亡率比其他人高出40%至50%。不仅如此，进一步的分析还表明，决定寿命的不仅是肌肉质量，更重要的是肌肉力量。因此，如果你在进行进食，比如间歇性进食、168模式或者其他任何形式的进食，你必须确保在进食时摄取足够的蛋白质。目标应该是每天摄取相当于每公斤体重1克的蛋白质。这远高于当前的营养指南建议，但这是让你真正保持健康并茁壮成长的必要量。举个例子，如果你的体重是68公斤，那么你每天需要摄取至少68克的蛋白质，这是一个相当高的需求量。要知道，1颗鸡蛋大约只有7克蛋白质，所以你需要摄取大量的蛋白质。例如，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每顿饭我都会先考虑这顿饭的蛋白质来源是什么。你必须有意识地摄取足够的蛋白质，这不是一件自然而然就能做到的事情。吃足够的蛋白质其实需要一些努力，你必须养成这个习惯。每一餐都要确保摄取足够的蛋白质，这真的非常重要。另一项小型研究发现，那些采用隔日进食模式的人及一天吃、一天不吃，不断循环。虽然减重成功，但他们流失的肌肉量远高于那些每天仅减少25%热量摄入的人。也就是说，长时间进食对肌肉质量的损害最大。这其实很好理解，进食时间越长，身体越需要寻找蛋白质来源，而最容易被消耗的就是肌肉。我们要意识到，大多数现代人摄取大量的淀粉和糖分，本身肌肉量就已经偏低，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再加入进食，很可能会导致肌肉流失的更严重。从长远来看，这未必是个好的选择。相比之下，更好的做法是调整饮食结构，增加蛋白质摄入，增强肌肉质量，从根本上改善健康状况，而不是在不了解如何维持肌肉量的前提下盲目进食，否则你的健康状况可能会变得比之前更糟。
希望这部分内容对你有所帮助。接下来我们要讨论进食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如何正确的结束进食。无论是刚睡醒，经过10到12小时的夜间进食，还是连续进食了5天后开始恢复饮食，第一口吃下去的食物都至关重要。进食后，我们的消化系统是完全空的，此时胃、肠道非常敏感，迫不及待地想要吸收食物，因此进食后的第一口食物会非常快速地进入血液。如果你一开始就吃高淀粉或高糖食物，比如一杯水果奶昔，它会引起比平时更大的血糖飙升，对身体造成不利影响。因此，进食后的第一餐该如何选择？绝对不要用甜食或高糖食物开餐，这样会引发剧烈的血糖波动，对健康非常不利。正确的做法是以优质脂肪、蛋白质和纤维为主。我建议大家的早餐最好是咸口味的，并且以蛋白质为基础。有些人可能会问，但我早上不吃早餐，这个建议还适用吗？答案是适用的。无论你的第一餐是在早上7点、中午12点，还是在进食2天后吃下的第一顿饭，这第一餐都应该是咸口味的，并且以蛋白质和优质脂肪为主。如果可以的话，在第一餐之前先吃一点蔬菜，效果会更好。当我们在餐前吃蔬菜时，蔬菜中的纤维会在肠道内形成一层保护网，从而减少后续血糖飙升的可能性。例如，如果你在午餐时间开始吃饭，可以先吃一点绿叶、沙拉或西兰花，这样能进一步优化血糖反应。那么从这些内容，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我们应该清楚碳水化合物和甜食的最佳摄入时机。1、避免空腹食用淀粉和甜食。2、避免在一餐的开头吃淀粉和甜食。3、应该把糖类留到脂肪、蛋白质和纤维之后再吃。4、避免在2餐之间吃甜食，甜食应该只出现在餐后的甜点里，甜食不应该成为你的早餐，也不应该作为宵夜，而应该是饭后的甜点。最后，对于育龄女性来说，必须记住，进食对身体而言是一种压力。如果你喝咖啡、从事高压工作，在家照顾孩子，进行高强度有氧训练，做桑拿，进行冷水浴，或者生活中还有其他让你感到压力的事情，那么再加上进食，可能会让你的身体不堪重负。因此，我的建议是，如果进食让你感到吃力，就不要勉强自己。我有时候会在度假时进食，因为那时我很放松，进食也变得轻松自如。但在日常生活中，我忙碌不停，需要应对各种事物、人、与问题，所以我不会选择进食，因为我清楚这对身体来说是一种额外的压力。我曾遇到过一位年轻女性，她患有多囊卵巢综合症。她告诉我，她严格遵守健康习惯，比如每天进食16小时，每周4次高强度训练，完全不吃糖和碳水，喝咖啡，做桑拿、冷水浴，但月经却一直没来。我立刻提醒她，你有没有和医生讨论过，这些对身体来说是否过度了？所以请记住，进食是一种压力。如果你喜欢进食，就要选择适当的时机，确保不会让自己承受过多的压力。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首先，进食不是万能的。如果你每天进食16小时，但在剩余的8小时里只吃巧克力、披萨、甜饮料，那对健康并没有任何帮助。进食无法弥补不良的饮食习惯，更重要的是审视自己的饮食结构，并做出健康的调整。当然，科学研究表明，进食确实有很多益处，比如降低胰岛素水平、改善新陈代谢、提高代谢灵活性，还能促进自噬作用，这些都是有益的。但如果你在非进食时忽略了蛋白质摄入，导致肌肉流失，那可能就得不偿失了。因此，我们必须对进食有充分的了解，而不是把它当成一种简单的万能工具。如果你决定进食，那在进食期间一定要保证蛋白质的摄入。摄入的热量减少时，蛋白质的比例应该相应提高，这是至关重要的。此外，如何结束进食也很关键，千万不要用甜食或淀粉类食物来开餐，否则你的努力很可能就功亏一篑了。最后，进食的效果因人而异，如果你本身健康，饮食均衡，进食可能不会给你带来太多额外的益处。但如果你患有慢性疾病，比如2型糖尿病，那么在医生的指导下，适当的进食可能会帮助你减少不健康食物的摄入，从而改善代谢状况。顺便提一下，2021年一项涵盖多项临床试验的综合研究表明，交替日进食、限时进食等方法确实可以改善肥胖人群的代谢健康。
因此，进食的好处与身体健康状况成正比，健康状况越差，进食带来的益处可能就越大。不管你是否进食，以下这些建议都适用于所有人。尽量减少零食，养成定时进餐的习惯，把零食变成餐后甜点。注意每天的第一餐，无论是夜间进食还是正常早餐，合理的食物选择都很重要。希望这期内容对你有所帮助。如果你有任何想法或疑问，欢迎留言分享。我们下期再见。